我堂堂世家嫡女沈清慈，大婚当日惨遭未婚夫和妹妹双层背叛，沦为全城笑柄，被迫嫁给命不久矣的残废废王。言泽哥哥，你当真要娶姐姐吗？娶她沈清慈不过是奉父母之命。沈清慈性子冷硬，又端着嫡女身份，处处压人一头，哪像你柔儿？可姐姐到底是嫡女，就连你原本也是她的。傻丫头，嫡庶之别不过是虚名，至于沈清慈，不过是个碍眼的摆设罢了。清晨，你怎么来了？我掏心掏肺待你们，一个是我未婚夫，你们对得起我？从小你就是高高在上的嫡女，如今连夫婿我也要自己抢过来。你别无理取闹，我还有事。言泽哥哥，人家脚好痛吗？好好好，我扶你去那边歇着。母亲，女儿有要事禀报，女儿不嫁顾言泽，方才在后院看见柔儿妹妹他们二人对话，这桩婚事，求母亲为女儿做主。柔儿还小，你是姐姐，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母亲，3书6礼定下的亲事，怎可够了！你身为长姐，让着妹妹一些又如何？柔儿自幼体弱，你不知疼惜反倒争抢，传出去成何体统？所谓的体弱，是每月请太医开滋补药膳，是寒冬腊月烧着上等银丝炭，是衣上料子比我的嫁衣还要贵重。而我呢，病了大半个月，院中连一碗热姜汤都端不来。母亲，顾言泽如此品行，女儿断不能嫁，求母亲退掉这门婚事。住口！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容得你来智慧？探花府是什么门第？顾家是什么前程？你父亲费了多少心力才攀上这门亲？你说退就退？再说了，你跟柔儿日后一同嫁过去了，做个平妻又怎样？姐妹齐心，伺候夫君，岂不是一段佳话？从小到大，母亲对我都很冷漠，无论做什么，她都用异样的眼光看。而对沈清柔，那是亲力亲为，甚至连生辰都要大肆操办。对沈清柔却是实打实的疼爱，亲自教校琴棋书画，亲自挑选衣裳首饰。而我呢，连生母忌日的香烛都是自己偷偷拿去烧的。整日摆着一张苦瓜脸，跟谁都欠你一样，看着就心烦，还不退下去？哼，晦气！从正堂到后院儿，这条路走过千百回，唯独这一次，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就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会替我做主。出嫁这天，我并没有半分喜悦，就连这嫁衣也都是母亲特意挑选的，远不及沈清柔平日里穿的衣裙。大小姐好福气呀，探花郎前途无量，日后可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好了好了，总算是送出门了。去看看二小姐，别误了吉时。殊不知，另外一顶花轿悄无声息跟着出发。停轿！这是何处？大小姐别急呀，很快就到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姑娘自求多福吧。
吉时已到，新人拜堂。哎呀！哎呀！怎么是你？沈家的嫡女呢？这是怎么回事？顾伯母，姐姐她说不想嫁给严泽哥哥，说什么都不肯上花轿。我娘怕误了吉时惹恼顾家，才迫不得已让我替嫁过来。本想着悄悄完成仪式再解释，都怪我。沈青瓷不愿意嫁，那可是探花郎啊。那沈家嫡女不是眼高于顶吗？听说啊，他那花轿可是往废王府去了。什么？嫁去废王府？那萧静渊如今就是个活死人呐！这不是把青青姑娘往火坑里推吗？难怪，真是骄纵啊！严泽哥哥，不，夫君，姐姐她不是故意的，你别怪她。柔儿，你不必为他辩解。沈青瓷既然自甘堕落，我顾言泽也不稀罕。从今日起，你便是我明媒正娶的妻，我定不负你。柔儿能嫁去废王府也好，省得碍我的眼。柔儿能嫁进探花府是她的福气，至于那个灾星，嫁给废人，倒也般配。大小姐命硬，克死了先夫人，如今嫁给个半死人，正好谁也别嫌弃谁。探花郎温柔体贴，前程万丈，本该是你的夫君，可惜啊，现在是我的了。而你只能守着一个残废煞星，夜夜独守空房。是你做的手脚，是又如何？你占我嫡女身份10几年，凭什么事事压我一头？还有萧静渊，毒入骨髓，半年必死。等他一死，你就是克夫弃妇，一辈子抬不起头。我掏心掏肺疼爱的妹妹，竟然步步算计我，背叛我！跳梁小丑，也敢在本王府上放肆！顾家鼠目寸光，弃你是他们毕生最大的损失。顾言则看似温雅，实则虚伪自私，根本配不上你。可你，世人说你命不久矣。半年前漠北重伤，身中剧毒，皆为皇室构陷，奸臣暗算。本王装废示弱，不过是蛰伏复仇。竟是藏锋守诀，谋定天下的枭雄。你错嫁于我，不是落难，是你撞开了属于你的万丈荣光。顾家欠你的体面，我替你讨；沈清柔欠你的算计，我替你报。从今往后，我萧静渊的王妃无人可欺。该死的，这毒偏偏这个时候又发作了。该死的，这毒偏偏这个时候又发作了。王妃，二人堵在门外，要当众休弃王妃。好得很，正好。既然主动送上门，今夜便将所有旧账一并清算。顾大人和沈小姐真是天作之合。沈清瓷沦为祸水，我前来劝她和离，只为保全各方。沈清瓷，你可真是好福气啊！这萧王爷可是出了名的活阎王，你这一嫁过去，可有的受了。就是，这以后啊，有空的时候，姐姐，
你就不要再为难顾郎了，还请姐姐主动离开王府，莫要继续连累他人。姐姐终于出来了，赶紧写下和离书，留几分体面。萧锦渊命不久矣，留在王府只会断送你的一生。是你们二人算计姻缘，毁我名声，何必故作大意？婚约更改乃是两家商议，你休要胡言乱语。是你暗中使计，蛊惑顾家悔婚。姐姐因婚事不顺，竟当众污蔑于我，还请各位做主。本王的王妃轮不到外人智慧，想逼她和离，先问我答不答应。你什么意思？你本是废人，也敢蔑视皇权，阻拦于我？哼！啊！啊！我萧锦渊曾驻守漠北，我驻守漠北，保境埋民，却遭皇室奸臣联手陷害下毒。我佯装颓废疯癫，不过是避祸折福。你区区一个靠着人脉投机取巧的状元，也敢嘲讽百战沙场的战神？原来如此，战神是被冤枉的。没错，战神是被冤枉的。没错，顾延泽真是心术不正，深夜擅闯府邸，当众辱我王妃，本就罪责难逃。我是朝廷命官，你动用私刑便是谋逆大罪。你的状元名额本是我当年举荐所得，如今竟恩将仇报。废除顾延泽功名，惩戒沈清柔，今日之辱百倍奉还，把他们两个压下去。为什么？这不公平！今夜只是开始，所有恩怨我会一一清算。今夜之事只是开端，当年构陷我的人，我会逐一清算。无论前路如何，我都陪你。深夜的京城看似平静，暗处却早已风起云涌。一则消息连夜流转，新晋状元顾延泽被废去功名，剔除官籍。消息传遍上层，整座京城的世家大族为之震动。凭什么沈清子运气这么好？够了！这都是你自作自受，你一己私欲，将沈家百年声誉置于何地？如今满城皆笑我沈家出了个不孝女。我绝不会认输，定要讨回一切。陛下，萧劲渊今夜展露实力，麾下暗卫精锐无比，言语之间对当年之事颇有怨言。顾延泽被废除功名，沈氏庶女被惩戒，
如今整个京城都在议论昔日战神蒙冤之事。没想到他隐忍了这么久，竟然还藏着如此实力。当年下毒废他，本想永绝后患，如今看来倒是养虎为患了。那现在该如何处置？如今身份是废王，擅无谋逆时政，派人密切监视废王府一举一动。若是他敢变动，即刻出手镇压。另外，联络当年参与构陷的几位的大臣，做好防备。奴才遵旨。你的毒真的能化解吗？自然能解，我已有解药线索，待到仇人尽数揪出，便是我彻底拔除毒素，重掌一切之时。那就好，但有所需，我必倾力补助。有你相助，如虎添翼，往后无人再敢欺你辱你。一场席卷整个京城、搅动朝堂格局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而这对阴差阳错走到一起的夫妻，将携手并肩，踏碎所有阴霾，迎向属于他们的万丈荣光。他曾是令敌寇闻风丧胆的战神，如今却身中奇毒，连呼吸都成了奢华。醒了，药我温好了，趁热喝，能稍稍压制毒素。辛苦你了。夫妻一体，何来辛苦？往后你的身子我日日照看，我们一起等毒素尽除，沉冤得雪。萧敬渊，你给我出来！沈清慈不孝逆女，速速滚出废王府！看来昨夜的教训还不够。本念着沈家养育一场，昨晚已留情面，竟不知好歹上门找死。夫君歇息，这点小事我来处理。好，若有人敢欺你，无需忍让，出了事本王担着。有夫君这句话兜底，我再也不需要隐忍退让了。沈家这是闹什么？竟敢堵废王府大门！听说沈老爷是来讨要女儿的，说是沈清慈攀附废王，害惨沈家。可话说回来，昨日换教害人的是沈清柔啊，怎么反倒怪沈清慈？沈清慈，你可知罪？我何罪之有？你罪大恶极！第一，你任性妄为，抢走青柔婚事，害他错失状元良缘，终生蒙羞；第二，
你肆意妄为，惹怒权贵，连累沈家名声尽毁，遭世家耻笑。第三，你不孝不仁，嫁入废王府，弃家族前程于不顾，简直狼心狗肺。姐姐，我知道你怨我，可你也不能如此狠心啊！不要再拖累废王殿下了。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沈老爷教你育人的本事，真是让我大开电眼。何谓抢你婚事？当初与顾延泽定下婚约的本就是我沈清慈，是你沈清柔心生贪念，嫉妒我嫡女婚约。何谓抢你婚事？当初与顾延泽定下婚约的本就是我沈清慈，是你沈清柔心生贪念，嫉妒我嫡女婚约，暗中买通下人，妄图攀附新科状元，飞上枝头变凤凰。原来如此，是我们错怪了好人。何谓连累家族？顾延泽心术不正，依附奸佞结党营私，本就罪有应得，迟早身败名裂。沈家趋炎附势，妄图靠一个投机小人攀高枝，如今竹篮打水，是你们眼光短浅，与我何干？何谓不孝？自我生母早逝，你续弦纳妾，我在沈家日日谨小慎微，安分守己。你与继母偏心庶女，苛待嫡女，克扣我分量，掠夺我嫁妆。多年来我一再忍让，如今不过是我不愿再任人拿捏，变成了不孝不仁。一派胡言！你休得污蔑家人！你休得污蔑家人！我污蔑？两位不妨说说，大婚当日是谁让你们偷偷换轿，导致嫡姐嫁错？是二小姐，是她重金收买我等，路上发生意外，一切都是二小姐的主意，与大小姐无关。原来是沈清柔自己想嫁状元，自作自受。沈家苛待嫡女，属实不耻。不是的，是他胡说，是他预谋。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你多行不义，落得今日下场，纯属自作自受。还有你沈振海，自我嫁入废王府之日起，便与沈家恩断义绝。我的前程，沈家无权置位，再敢上门寻衅，污蔑于休怪我不念旧情，当众揭发沈家这些年透税漏税、勾结劣绅的全部罪状。本王的王妃所言就是正义。沈家纵容庶女为恶，自此沈家逐出京城上流圈层。沈清慈，我绝不罢休的。送出去，此生不许沈家人再踏足王府附近半步。多谢夫君为我撑腰。夫妻一体，为你撑腰是本分。万岁！陛下，废王萧晋渊蛰伏暗藏私位，臣恳请陛下即刻派兵围困废王府。臣附议，废王不死，朝堂难安。诸位爱卿多虑了，萧晋渊身中剧毒，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陛下，养虎为患，悔之晚矣。朕自有决断，退朝。陛下，您为何不趁机打压萧晋渊？如今重臣请命，正是名正言顺的良机。良机？周林这群老匹夫急着动手，不过是心中有鬼，急于灭口。萧晋渊和周林都得你死我活，朕正好坐山观虎斗，待他们两败俱伤，再一网打尽，永除后患。陛下圣明。传朕密令，派宫中顶尖影卫监视废王府，暗中扶持顾延泽，让他去对付萧晋渊与沈清慈。
萧晋渊、沈清慈，是你们毁我前程，断我仕途，今日我便要你们陪葬。夫君，如今沈家已不足为惧，可朝堂危机未消，顾延泽、周领陛下皆是隐患。无妨，周领一众奸臣的罪证，我已搜集大半。皇帝的制衡算计，我早已洞悉。他们想斗，我便陪他们斗到底。敢动我王妃分毫者，挫骨扬灰。王爷、王妃，属下查到一桩惊天密事。讲。属下彻查当年王爷中毒源头，竟在王妃您的贴身极碧玉簪中查到了与当年御赐毒酒一模一样的奇毒残留。那只玉簪是当年沈家家主沈振海亲手赠与您的15岁吉心礼。此毒最为阴毒，不似猛毒，一击致命。借肌肤相扑，气息交融，缓慢渗入经脉，5年日积月累，这也是王爷毒素频频反噬，难以克除的真正原由。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萧晋渊兵败叛国，削去王爵，以亲生女儿为载体，布设经年累月的毒局，好一个深谋远虑，好一个心狠手辣。5年，整整5年。5年，整整5年。5年之前，沈振海便早已站队奸佞，他多年的偏心苛待漠视，从不是重男轻女，而是蓄谋数年，将亲生嫡女养成活体毒瘾，以骨肉为刃，借赤亲之手，日复一日缓慢蚕食战神性命。最恐怖的杀局藏在最温情的假面之下，最歹毒的算计来自血脉至亲的生父。谁也未曾料到，覆灭战神的终极黑手，竟然藏在沈清慈身边。埋藏5年的至亲绝杀阴谋彻底曝光。以亲生女儿为载体，布设经年累月的毒局，好一个深谋远虑，好一个心狠手辣。这不怪你，你与我一样，都是这场阴谋里的受害者。沈振海为了权谋，拿血脉亲情做筹码，今日这笔旧账好好跟他清算。保护王爷、王妃！是顾延泽的人，看来皇帝递出去的橄榄枝，让他彻底疯魔了。是顾延泽花钱雇我们，还有宫里的内侍传话，说只要取下王爷和王妃的首级，还会给我们一大笔金银，送我们离开京城。帝王心思昭然若揭，不愿亲手斩污名，遂利用顾延泽为刀，铲除眼中钉，掩盖旧日构陷罪证。王爷、王妃，属下方才巡查外围，发现沈清柔乔装混迹在巷口，他身边跟着数名落魄文生，皆是当年依附周林一派被打压罢官的旧部。他应该是联合了朝堂余孽，只待府中大乱，便趁机作乱。躲躲藏藏终究不是办法，敌人步步紧逼，我们不必再被动防绕，先闯沈府，当面揭穿沈振海的罪行，撬开他的嘴，供出所有同党。正合我意，今日便先拿沈家开刀，敲山震虎。沈府，走。
沈正海得知陷害跟毒簪之事败露后，自知大难将至，坐立难安，千般惶恐缠上心头。青瓷，你回来了，一路上辛苦了。毒，这簪子怎么会有毒？这不可能！事到如今还要狡辩。5年前，萧劲渊蒙冤中毒，你主动投靠奸党，领命打造这支毒簪，借极息礼赠予我，让我日夜贴身佩戴，以肌肤接触之法缓慢加重他体内剧毒。你把我当成一枚棋子，日复一日谋害他性命。你的心当真被权势彻底啃食干净了吗？棋子，当年人皆为棋子。当年萧劲渊功高震主，皇帝早已容不下他，满朝文武皆站队围剿。我若不顺势而为，沈家早就灰飞烟灭。拿你一枚棋子换整个沈家存续，我何错之有？在我眼中，权势地位远比虚无的父女情分重要100倍。听完这番话，彻底斩断了最后一丝牵绊，放下过往父女执念。当年构陷我的人，除了你与周林，还有谁？这支毒簪的毒源究竟来自何处？如实招来，尚可留你一条残命。我知道的只有这些。周林牵头，陛下默许，其余之人我无权知晓。再深挖下去，我也是死路一条。圣旨到！废王萧劲渊私闯民宅，滥用私刑，欺压朝廷命粮家眷，即刻随本官入宫面圣。沈振海交由刑部暂时收押，听候发落。周领党羽动作极快，火速入宫谗言构陷。皇帝顺势派钦差赶赴沈府，借查案为名，实则是诱萧劲渊踏入宫中陷阱。明知部下是死局，罪臣接旨。倘若他抗旨，便会落下谋逆抗旨的口实，正中敌人下怀。我随钦差入宫，王府宇这边的残局便交由你全权打理，暗卫悉数听你调遣，守住府邸，万事谨慎，切勿贸然涉险，我定会平安归来。我信你。宫中危机四伏，你务必万事小心。府中之事有我在。传我命令，紧闭府门，任何人不得出入，账房、库房即刻待命。王妃，大事不妙，属下在沈振海密室中找到这封密函，字迹隐晦难解。属下对照暗库密档破译后发现，这支蚀骨绵毒的原药，并非出自朝臣之手，而是宫中厉贵妃亲手交付给沈振海的。另外，城外斥候急报，大批不明铁骑正朝着京城疾驰而来，人数足有数百。铠甲之士并非朝廷禁军。将军，敌袭，铁骑已至城下。厉贵妃，深宫妃嫔，竟然也深度卷入5年前的毒杀阴谋之中。城外莫名铁骑压境，又是哪一方势力？紫宸殿内早已杀机暗藏，周陵等一众奸臣分列而立，个个面露狞笑，等着猎物入笼的审判。萧劲渊，你可知罪？蛰伏王府思绪精锐，当众欺压世家，纵容手下滥用私刑，你狼子野心，妄图谋逆，今日踏入这紫泉殿，便是你的死期。陛下明察，废王贼心不死，若今日不将其就地正法，他日必祸乱朝堂。臣恳请陛下下令禁军动手，斩除此祸。欲加之罪，何患无辞？5年前你们联手构陷，下毒废我修为。今日有罗编罪名，设下死局。既然你们一心想要取我性命，那便不妨敞开天窗说亮话。当年所有冤案，所有血债，今日也该一并清算。一场席卷皇权、朝堂、世家、深宫的终极风暴即将爆发。萧劲渊，
你私去暗卫欺凌朝臣，擅闯命官府邸，桩件件都是谋逆大罪。现前禁军听令，将此逆贼拿下，敢有反抗，就地格杀。说完了。周林，你靠着构建忠良爬上首辅之位，贪墨军饷卖官鬻流，手上沾的血比谁都多，也配站在这里跟本王谈死期？你胡说八道！死到临头还敢污蔑朝臣！来人，动手！报，陛下，不好了！玄家军破了午门，我们挡不住！什么？不可能！玄家军远在漠北，没有兵符，如何能入京？经营统治是朕的人，怎么会倒戈？陛下忘了，漠北3万玄甲军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弟兄，兵符是你夺了，可军心你夺不走。经营统治是我帐下旧签兵。就算有兵又如何？你带兵闯宫就是谋逆，天下人都会唾骂你。你任首辅3年，克扣漠北军饷80万两，致使3000将士冻饿而死，私通北敌，泄露布防图，2座边城遭屠，死伤万民。这些罪证条条诛九族，本王卿奸佞替天行道，何来谋逆？就算周林有错，也自有国法处置。你私调边军闯宫，就是大逆不道。5年旧案已定，翻案便是质疑朕。敬王妃到。后宫命妇，岂能擅闯紫苑殿，成何体统？臣妾不敢擅闯朝堂，只是宫外突发变故，臣妾怕陛下与诸位大人被奸人蒙蔽，特来送上2样东西。第一件是城外丽贵妃母族私调的500铁陈兵符，这支铁骑作乱已被剿灭，丽家2公子生擒殿外候斩。第2件则是陛下当年下毒的实证。老奴认罪。5年前庆功酒尸骨绵毒，是丽贵妃送药，陛下亲口下令投放，此为贵妃手令。这支毒簪是沈镇海奉丽贵妃之命，在臣妾及羲礼上赠与臣妾，意图借臣妾近身之便，加重王爷体内毒素。沈镇海已全部招供，画押的供词在此。陛下，证据确凿，你还有何话可说？准，朕全准了。曾经人人嘲笑的错嫁姻缘，如今成了京城最令人艳羡的传奇。宫外的事，辛苦你了。夫妻一体，你的公道便是我的公道。